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乌托邦。今天要为大家解析 INFJ 内心受伤时的5个坚持。INFJ 的内心世界复杂且敏感，当他们受到伤害时，往往会进入一种内省且防御的状态，并展现出一些独特的坚持。这些坚持既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也是他们试图在伤痛中寻找意义和疗愈的表现。1. 坚持理解伤痛的根源。INFJ 是天生的意义探寻者，他们无法接受伤痛仅仅是发生了这样简单的事实。当内心受伤时， INFJ 的第一个坚持是深入挖掘伤痛的根源。他们会反复思考事件的来龙去脉，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自己的反应为何如此强烈，以及这一切对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有何影响。 INFJ 的直觉 Ni 和内向情感 Phi 功能使他们倾向于从全局视角看待问题，他们相信每一件事都有其深层意义，伤痛也不例外。这种坚持源于他们对自我成长的渴望，他们希望通过理解伤痛，找到自我提升的路径或更深刻的生命意义。同时 INFJ 对自己的情感世界有极高的觉察力，他们不愿让伤痛成为未解之谜，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内心的失控。 INFJ 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独处，通过写日记、冥想或内心对话来剖析伤痛。他们会问自己，这件事为什么让我如此痛苦？我是否错判了某人或某事？他们会试图将当前的伤痛与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寻找重复的模式。例如，如果他们因被误解而受伤，他们可能会回想过去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并试图找出自己是否在人际交往中存在某种盲点。INFJ 倾向于将个人伤痛提升到更广泛的层面，例如思考人性、信任或道德等问题。他们可能会阅读心理学书籍或哲学文章，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自己的痛苦。这种坚持源于 INFJ 对真相的渴望，他们无法忍受模糊或混乱的情感状态，必须为自己的感受找到一个清晰的框架。此外， INFJ 的理想主义使他们相信，即使是痛苦的经历，也能成为通往成长的催化剂。然而，这种过度的分析有时也会让他们陷入情绪的泥沼，因为他们可能过于专注于为什么，而忽略了如何向前走。2. 坚持保护内心世界。 INFJ 的内心世界是神圣且私密的，当他们受到伤害时，他们会本能地收起自己的脆弱，坚持保护这片内在的净土。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内向，甚至对亲近的人也保持距离，以确保自己的情感不会再次受到侵犯。 INFJ 的外向情感 Fe 功能使他们擅长理解他人的需求，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容易过度承担他人的情绪。当内心受伤时，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情感界限被打破，因此会采取措施重建这道防线。这种保护内心世界的坚持是他们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感和安全感的方式。 INFJ 可能会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拒绝分享自己的感受。他们可能会用“我没事”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搪塞关心他们的人。他们会变得极其挑剔，只与极少数值得信任的人分享内心想法，即使是这些亲密的人，也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突破 INFJ 的防御。 INFJ 倾向于通过独处来处理伤痛，例如沉浸在音乐、艺术或大自然中。他们相信，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他们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脆弱。 INFJ 的内心世界不仅是他们的情感核心，也是他们理想、梦想和价值观的栖息地。当这片领域受到伤害时，他们会感到自己的核心自我受到威胁，因此保护内心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存机制。然而，这种坚持也可能导致孤立感，因为他们可能会误以为他人无法理解或尊重他们的深度。3. 坚持维持和谐与善良。即使在内心受伤时， INFJ 仍然会努力维持外在的和谐，并对他人保持善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痛苦成为他人的负担，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而破坏关系或环境的平衡。 INFJ 的外向情感 Fe 功能使他们对他人的感受高度敏感，即使自己正在经历痛苦，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他人。这种坚持反映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利他精神。他们相信，即使在困难时刻，
善良和理解仍然是正确的选择。INFJ 可能会强颜欢笑，或者在公开场合表现得若无其事，以避免让他人感到不舒服。即使自己内心挣扎， INFJ 仍然会倾听朋友的问题，提供建议或参与公益活动，因为他们认为帮助他人能让自己感到有价值。即使他们对某人感到失望或愤怒， INFJ 通常会选择沉默或委婉表达，而不是直接对抗，因为他们不希望破坏关系。INFJ 的价值观中，善良和同理心是核心原则。他们相信，无论自己经历什么，都不应该放弃对他人的关怀。然而，这种坚持有时会让他们忽视自己的需求，甚至导致情感的压抑。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感到内心的疲惫，因为他们一直在为他人付出，却很少为自己争取疗愈的空间。4. 坚持寻找意义与转化。INFJ 不甘于让伤痛仅仅成为一种负面经历，他们会坚持从中寻找意义，并试图将痛苦转化为成长的机会。这种坚持体现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对生命深度的追求。INFJ 的直觉功能使他们擅长从长远角度看待问题。他们相信伤痛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通过深入理解和转化，它可以成为通往更高智慧或更好自我的桥梁。这种坚持也是他们应对无力感的策略。通过赋予伤痛意义，他们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INFJ 可能会通过写作、绘画或音乐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将内心的挣扎转化为艺术作品，从中找到宣泄和意义。如果伤痛来自人际关系， INFJ 可能会重新评估这段关系的价值，并试图从中学到如何更好地设定界限或选择值得信任的人。许多 INFJ 会转向灵性或宗教，寻求更高的指引或宇宙的意义。他们可能会冥想、祈祷或阅读灵性书籍，以找到内心的平静。INFJ 的理想主义使他们无法接受毫无意义的痛苦。他们相信每一次伤痛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更接近真实的自我或更崇高的目标。然而，这种坚持也可能让他们过于执着于必须找到意义，从而延迟了情感的释放和疗愈。5. 坚持自我疗愈与独立。 INFJ 在内心受伤时，倾向于依靠自己来疗愈，而非过分依赖他人的支持。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内心，因此会坚持独立，面对和解决痛苦。INFJ 的内向特质使他们更倾向于内在的自我对话，而非向外寻求安慰。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有深刻的洞察力，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反思和内省来疗愈。此外， INFJ 对他人的信任度在受伤后可能会下降，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独立疗愈的倾向。INFJ 可能会制定一个疗愈计划，例如每天写日记、练习正念或进行瑜伽，以有系统地处理自己的情绪。他们可能会通过学习心理学、哲学或自我成长相关的知识，来增强自己的内在力量。在疗愈过程中， INFJ 会学会对不健康的人际关系说不，并专注于自己的需求。INFJ 的独立疗愈倾向源于他们对自我完整性的追求。他们希望成为一个能够自主面对挑战的人，而不是依赖他人来修复自己。然而，这种坚持也可能让他们过于孤立，忽略了与他人连结的重要性。总结来说， INFJ 在内心受伤时的5个坚持，反映了他们深邃、敏感且理想主义的性格。这些坚持既是他们的优势，让他们能够从痛苦中成长，也可能成为挑战，因为过度的内省、自我压抑或孤立可能延缓疗愈的进程。对于 INFJ 来说，平衡自我探索与向外连结，接受自己的脆弱与他人的支持，是疗愈的关键。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再麻烦按赞、订阅、分享及开启小铃铛。我爱你们！